便是。东哥，咱们去看看吧。 宋殿试，老捕头出事了。上面有字。死者确实是冷无极、冷捕头吗？回老爷，确实是。先盖上。仵作，可有验尸结果？禀老爷，冷捕头头颈上有明显的勒痕，颈椎也被折断，小人推断应该是吊死的，被人用这根杠子穿透尸体，然后在尸体外面裹上一些稻草，做成草人立于田间。这凶手简直是丧心病狂啊！啊，这么长的一根木杠，可不多见啊。这应该是根吊杠。啊？何以见得？这杠子是桑木做的。那你还懂木材？小人不懂，只是小人刚刚比对了8种木头，才确定是桑木。这桑木硬度韧性俱佳，所以吊杠大多数都是桑木做的，再加上这长短粗细，因此小人断定它是吊杠。吊杠。那凶手是个轿夫。老爷，据小人想，凶手不太像轿夫。轿夫都是大字不识的粗人，可是这杠上刻了一句文言。还有文字？老爷，在这儿，这里。吾道一以贯之。子曰：“深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”这凶手竟然会引用典籍，如此说来，
不但不像教夫，而且也不像冷捕头抓过的贼人寻仇啊。谢师爷说的是，那贼人也大都没读过什么书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小人曲三钩，快办衙役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冷捕头的徒弟，是，可曾读过书？小人曾经念过1年私塾，那可曾听过这句话？小人不知晓。你呢？禀老爷，小的也没有听过这句话，不过小的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哦，你倒说说是什么意思？吾道一以贯之嘛，这杠字不就把冷捕头一以贯之了吗？你倒是聪明。老爷过奖。难道说，这凶手是个读书人？哎呀，你们倒是说说这案子该从何查起嘛？宋天师，你有何主张啊？老爷，在下以为，在这杜县城中，能引用这句话的，应该是有数的吧？谢师爷，这杜县有多少童生秀才啊？老爷，您才刚上任，小人跟您到此地也不过才2个月，这突然之间问起，你且估算一下嘛。有50人吗？那是一定不止的。这杜县文脉深，学风盛，这童生秀才加起来，少说也得400-500人吧。 400-500人，全部抓起来，挨个审。老爷三思啊，这不合法度。哎呀，本县也知道不合法度嘛，可是这个案子太离奇了。师爷有什么合乎法度的办法？老爷，以小人之见，咱们还是先报到府里吧，请府台示下。言之有理，我们等府台示下就是了。走，师爷，你拱门去。老爷且慢。现在快班没有了捕头，按照常例，该由造班的一班头监管快班。你看着办吧，啊。我再待会儿。师傅，你们俩谁先动的手？谁先动的手？他。张老三，你先说吧。是龙头。前几日我在街上拿了一个破皮无赖。破皮无赖，你是什么案由拿的？寻衅滋事，殴差拒捕，怎地？张老三，你接着说。本来也没什么事，就是要关上几日，结果不知为何，三哥今日竟要私自放人。幸亏我赶到了，我自然不依他呀。结果他就动手。三哥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他骂我，我才动的手。你先骂的我，明明是你先骂的我。拿着，拿去看伤去吧。
我会让三更给你个交代的。老头，这又何必？就是点皮外伤。让你拿着就拿着。多谢老头。你说你先动手，居然还挨了他一下，我看看，除了脸，哪儿还伤了？倒也没什么，就是膀子好像脱臼了。脱臼了？是师傅弄的。张老三这次可缺了大德了。说来听听。他抓的是个寡妇的儿子，他是得了别人的好处要抢寡妇的宅子，把寡妇的儿子抓了，逼他签一张借据，然后一纸诉状告到衙门，就是他还不起债要收房子。这寡妇是个妇道人家，肯定是斗不过他们的。再说了，他现在还有个儿子关在牢里做人质呢。师傅，你都知道了？我知道什么呀？我猜的。你可是时常跟我说的，身在宫门好修行。这句话你倒是记得很清楚啊。还有句话你记不记得？哪句？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。师傅，我以为当捕快不是为了成全谁的财路，是要成全公道。公道就是像你这样直来直去的呀。公道是一条绕远的道啊！师傅，我不懂。你不懂就自己好好琢磨琢磨。这件事情里头应该不止张老三，应该还有别人。别人？查案自有查案的规矩，你师傅冷捕头的案子怎么查，我自有主张。小的就是想知道一头是什么主张。你们往日里都怎么查案啊？按师傅教的，访现场，访苦主，访刑记，然后就是去找坊行和大行。那就说说你刚才说的这4样。现场，你是最老序的，苦主呢是你的师娘，你师傅冷头的行迹是你这个徒弟最清楚。至于你刚才说的坊行打行，你们捕快往日里查案全靠着他们，可是那帮人，咱们兄弟怕是支持不动啊。他们以前只听冷头的，我们要用他们还得冷头发话。嗨，说白了，就有那么些勾连，不也得冷头过一过手吗？冷头啊，那眼里可是不揉沙子的。听见了？刚才说那4样，咱们兄弟怕是没有一样能插得上手啊。里头，旁的我都可以自己去查，只是你能不能派2、3个老成的兄弟，去那齐家铺查访查访，看看那天晚上有没有人看见什么、听见什么？我自然会派人去查。不知一头准备派谁去查？曲三更，你这就有点蹬鼻子上脸了。我派谁去还要向你禀报一声吗？怎么着，你师傅现在人都没了，你还把自己当少捕头呢？师兄，我看这几个哥哥都是造反的，咱们快班当值的人呢，好像都在外边。这是快班的班房，你帮我把他们招呼进来。好。哎，放肆！
干什么这是？什么意思？一头，你现在身兼着造快两班的班头，可比以前加倍威风了。不如你威风啊！你想说什么就直说。我就想跟你议议我师傅的案情。我师傅的案子呢，到现在连个有嫌疑的都想不到。这不是你这个当徒弟的该去查的吗？我随便一说，一头别多心。就现下看来，你是唯一一个从我师傅死里头得着好处的人。哼，有胆子。不过你这个差事，今天怕是要当到头了。一头三思啊！我师傅刚死，你就把我这少捕头赶出衙门，难免让人多想。快人拿下！哪人是快办的事？哥，千万动手，千万动手！大家都是兄弟，何必如此？听我建二一句，别动手，动手就是官司。宋典史的脾气和手段，大伙儿是知道的，他可都是先动刑，再问缘由。收起来，一头，你消气儿，消气儿，人大人大量，别跟个孩子一般见识。三哥，还不快跪下，给一头磕头认罪！桂儿师妹，三更哥，你进来吧。现在就我跟娘在家，不方便你进屋。那就在这儿说吧。师傅他，三更哥，既然已经验了尸，你就告诉我爹他到底是怎么死的。仵作说他是被吊死的。在哪？尸体是在城东10里齐家铺的田里找到的。他出去办差，没带你。昨天没有差事，我就一直在衙门里。师傅是下午走的，我不知道师傅去了哪儿。师妹，现在家里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？三更哥，我跟娘都是富的，弟弟也小，到办丧事的时候，少不得要你帮忙。那是自然。可现下你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。师妹，你说。拿住凶手，给爹报仇。三哥，你放心，兄弟们跟你都一个心气儿，都想着给冷头报仇呢。建二哥他们现在已经到齐家铺盘查去了。快班毕竟还是师傅的快班，反行打行不买别人的账，只能你自己去了。说实话，我不太相信他们。不太相信？你确实，他们的话都真真假假。倒不是因为这个，我还没想明白师傅的死对他们来说是好是坏。冷头的死，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吗？现下还不好说，找肯定还是得去找他们的。不过，给我们自己先查出些端倪再说。认识这地方吗？哼，说来可笑。我15岁那年啊，曾经起了个誓，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来这种地方。
想当年我放学的时候也是这般快活。你是问这巫道一以贯之吗？是，王夫子。这是《论语》里礼仁篇中的一句，是孔夫子点拨曾子的话。孔夫子的意思是说，我的道是一体的、一贯的。朱子集注上说，圣人之心，浑然一理。那孔夫子的道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这“忠恕”二字何解？朱子集注上说：“忠心为忠，如心为术。忠即是一心一意，术即是推己及人。”道理说的可太好了。可是，王夫子，这道理能用来杀人吗？官差何出此言呐？圣人之道是用来教化做人的，怎么可以去教人杀人呢？是圣人的道理，一样可以杀人啊！哎，舅舅，该如何杀呢？放肆！可这呀，你好歹也是个秀才，怎能如此曲解经典、胡言乱语？要是让县里的教育听到了，还不革了你的功名？舅舅，我只是想告诉二位公差，若是想依照典籍来破案，那就不能按照正解来。突击，你刚才说的不依正解是什么意思？小狗，你先别乱叫，我让我舅舅先把正事给我办了。我的歪姐啊，亵渎得很，若是惹恼了舅舅，你们俩可帮不了我。舅舅，哦，两位官差稍等片刻，我去就来。可睡，在此等候。突击，舅舅走了，快说说你的歪理吧。且慢，三哥，你为何一直叫他土鸡呀？因为我姓凤啊。凤可吹，我听闻过你，众人都说你是一个狂生、风秀才。不讲了。突击，你就别谦虚了。我们确实是来找破案线索的，是个命案。你要想到什么就快点说。我就问一句，这文言可是歹人留下的？正是。是杀人的凶犯留下的。礼仁篇共有26句，总计600多字，通篇都是在讲人，不会说何人该杀。所以，文言和杀人毫无关联。这歹人既知圣人教诲，还故意在行凶之后留下文言，他定是个愤世嫉俗之辈。此举说明他不信经典，不服礼教，不认圣人。他这是挑衅，他是在嘲讽圣人。可吹，舅舅，这是3升米，你先拿去吧。舅舅是怎么知道可吹家里断了炊，没了粮的？你来此还能有何事啊？突击啊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说什么？武道一以贯之的歪解。哦，那你先给我描述一下案情吧。我不描述，你若知晓了案情，就会顺着案情说，难免会有牵强附会的地方。我就想知道你到底可以歪到何处去。也罢，我可以说给你们听。不过什么？说这东西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呀？突击，现在说吧。伙计，来嘞！客官，来点什么？3屉猎捕头高蒸肉包子，3碟春不老蒸五表，3盆水面。我俩吃过了，不用点我俩的。我没点你俩的。还有啊，这面吧，一碗一碗上，等我快吃完上一碗的时候，再上下一碗。好。哎，
我还要配10香瓜茄、5方豆豉，还有酱油浸的鲜花椒，啊，糖蒜、蒜汁儿、猪肉螺。好嘞，慢用。俗话说吃人嘴短，我呢就把我的解法说与二位听听。我们发现尸体时是，刚刚不是说了，若是我知道案情会牵强附会吗？我就想知道一点，发现尸体之时，是在屋室之内，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呀？光天化日之下。仇杀，深仇大恨，这凶手有冤，他想要世人都看见。何以见得？若是你受了冤屈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哭。也对，那你会不会大喊大叫呢？哦，所以凶手是大喊大叫了吗？喊了，我怎么没听见？圣人或感慨或说理，无不发乎诚，合乎礼，而唯有此句它不同啊。此句有何不同？此句可以荡尽胸中之气，仿佛登高一呼。吾道一以贯之，吾道一以贯之，吾道一以贯之。受尽委屈的时候，不就是想要宣泄一下吗？除了宣泄之外呢？凶手是在说反话。反话？他应该是想告诉大家，死的人是不忠不恕之人。什么叫不忠不恕啊？那就要看死的是什么人了。死的是我师父。小果，你不用安慰我，你告诉我，什么叫不忠不恕？那作为捕头，忠恕是什么？维护公道是忠，为人伸冤是恕。那渎职枉法就是不忠，草菅人命就是不恕。你胡说！哎，反正是凶手说的话，凶手说的话怎么能当真呢？三刚，屠杰，我不该使邪。你想到什么，你尽管说，我不生气。不管你生不生气，我都会实话实讲。这人都杀了，凶手有必要说假话吗？那他为什么不干脆多写点字儿，把自己的冤情也写明白？他为什么不去衙门告状啊？他告不下来。他知道自己告不下来，所以才选择亲手杀人报仇。说我师父草菅人命，我是绝技不信的。其实，我也希望是我猜错了，但我还是要从我师父办过的旧案子查起。
宋天使，曲三更，你当捕快多久了？1年100役，4年捕快。这5年中跟你师傅经手了多少命案？37桩。都是什么案子？斗殴致死26桩，抢劫杀人6桩，奸杀3桩，还有1桩勾结奸夫毒杀亲夫，1桩刺死债主，然后埋尸荒野。破案多少啊？斗殴的刚好破了1半，另一半凶手在逃，抢劫、奸杀都只破了1桩，杀夫、杀债主的都破了。2起预谋杀人的倒是都破了。是。知道为什么吗？这小人未曾想过。查了的案子，那才是案子；没有查的案子，就不是案子。不是案子，你在卷层里能找得到吗？那些溺水而亡的，就真的是无意落水；那些掉进井里的，就真的是意外失足；那些暴病而亡的，就真的是暴病；那些悬梁自尽的，有多少是被了抢了田产，被人扒了妻女？还有那些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呢？2桩，偌大的杜县，20万人丁，5年就有2起预谋杀人，太少了吧？宋典史是说，我们错过了许多案子。错过？出了人命，这条人命算不算命案？谁说了算？我师父。你师父？我师父被害，是因为有什么案子被错过了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跟我装傻？小人实在不明白。你回去好好想想。小人告退了。哎，三哥，冷头的腰牌，冷头前日申时从衙门走的，他没拿腰牌，他不是去公干了。对，啊，他肯定不是去公干的。三哥，等等我，去哪儿啊？我想到了个地方，师傅前天下午可能去过。哪儿？跟我走吧。好。三哥，你知道这翠华楼是何处所在吗？青楼。你的意思是，冷头那天半下午还来逛了个窑子？师祖，我找你同来是想多双耳目，免得我忽略错漏掉什么线索。但是，如果你把此事说与别人，败坏了师傅的清誉，我曲三更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。哎，三哥，你放心，这衙门上上下下，谁不知道我高世聪是城府极深的？这样，我给你起个誓，过往神灵听真，我高世聪若把今日之事说与旁人，就不得好死。一以贯之。这下你放心了吧？走吧。等会儿啊，咱们就穿着官衣大摇大摆的进青楼吗？
那依你呢？我们走后门进去。后门？三哥，你连妓院的后门都认识？这是谁呀？这是？哎呦，二位官差，有何贵干呀？咱这也不曾闹贼呀。隋老三，你睡迷糊了吧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哎呦，这不三根哥吗？哎呀，睡迷糊了，睡迷糊了。哎，三哥哥，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？林妈妈起了吗？该是起了。来，二位，请坐来。知道了。两位官差，快请进。两位上差大驾光临，快请坐。林妈妈，您客套了。这位高捕快是自己人，您就如平日一般就行。啊，自己人。自己人。既是自己人，那我就不客套了。三更，这个时辰匆匆而来，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？也没有太要紧的事。师傅本是要来的，但他有公务脱不开身，就吩咐我来了。他叫你来做什么？哦，师傅的招文袋不见了，里边有件公文。他说他前日下午来过这儿，就吩咐让我来问问是不是落在了林妈妈这里。这件公文一定很重要吧？很重要。那是有多重啊？啊？想必至少得有100来斤重吧。林妈妈，您说笑了。不说笑，要不是有这么重，怕你一个人搬不动，何必又找一个自己人一同前来呢？三更啊，我与你师父相好之时，你还没出生呢，这个谎话骗不了我。三更，你实说，你今日找我，到底是为何事？师傅他出事了。他出什么事了？师傅死了。你说什么？还再说一遍。师傅死了。如何死的？死于非命。何时？这是何时的事？前天。前天他还来过我这里啊。他应该是从这儿离开了之后遇的害。两位，请暂且一步，请过会再来。哎，三哥，那个林妈妈，你很熟吧？我经常帮师傅来送信，有时候他吃醉了酒，还会来接他。那为何你刚才不直接问他，
冷头那天下午是否来过这儿？直接问不妥当。说他跟师傅的死有什么瓜葛呢？你怀疑他？我还不知道是不是该怀疑他，所以我还不能轻信他。哎呦，阿伟，阿伟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妈妈请阿伟上去。来，先随我来。你师傅前天下午来过，和往常一样，看不出来他有心事。我和你师傅这么多年，他心里有事我是能看出来的。林妈妈，你再仔细想想，还有什么端倪没有？确实和往常一样。哦，他说了几句，那个新来的县太爷说那个太爷是个猫官儿。猫官儿？什么是猫官儿？无极做了20多年的捕头，伺候的老爷多。他把官儿分成了狼、犬、蛇、鼠、猫5类。狼自然是最狠最贪的，犬嘛，不管自己贪不贪，但是会把家看得极严，手下当差的基本上捞不到什么油水。蛇柔弱无骨，其实最毒，但蛇也是爬得最快的。鼠不但奸，而且贪，什么芝麻绿豆大小的便宜都不会放过。还有，就是猫。师傅说，对咱们当差的来说，猫是最好的。猫嘛，喜欢别人顺毛，顺了毛就温驯得很，而且除了玩耍就是睡觉，睡觉的时候还居多。猫不是最善捕鼠吗？这位捕快小哥，怕是没养过猫。我翠华楼也有几只猫，若是平日也喂饱了，哪里会想要去捕鼠？只是抓了一只，做做样子罢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冷头太会打比方了。林妈妈，师傅是何时走的？酉时走的，大约是酉正时分。酉正？肯定是酉正吗？不会错，掌灯之前，那就是我们将要上课的时间。那他有没有说他要去哪里？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？他只是跟我说要回家。我一时想问的就这么多，再有什么还会来打扰的。林妈妈若是想到什么，也可以派人去衙门找我。我们就先告辞了。三更。你把这些拿给你师娘。林妈妈，我让你给你就给。你师父现在不在了，他们孤儿寡母，这以后的日子。可是，师娘若是问我这银子从哪来的，林妈妈，我该如何说啊？你就说是城东的薛举人给的。多年以前，薛举人欠了你师父好大一个人情。林妈妈，那我替师娘谢谢你了。你师父一直把你当做他儿子看的，你一定得对得起他。林妈妈，三更记得。林妈妈说师傅要回家，可师傅的尸体是在城外发现的。师傅是有正式离开这儿的，
就快要关城门了呀。离这儿最近的是东门。尸体是在东门外十里的齐家铺发现的，应该是出了东门。从这儿走到东门最多2刻就到了。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出门呢？出去可就回不来了呀。所以冷头是在这儿改了主意，突然要出城的。肯定是因为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会不会是在这儿遭了暗算呢？这儿也很僻静。不会，仵作说师傅是被吊死的，这里肯定没办法吊死人了吧？不问凶手是谁，几个人，打闷棍也好，绑架也好，以师傅的身手，都是会留下一些搏斗的伤痕的。多半是熟人，在这候着师傅，再用什么借口把师傅诓出城去？不对，从这儿到东门要经过县衙。啊，当值的衙役肯定会看见冷头经过。师傅到底是如何出的城啊？等等我，三哥。骨头的中间，刀刃的旁边，有些甜。有些年，咬破了心弦，咽下了陈年。有人哭，有人眠。火烛魂心，祭祀牺牲，总有黄秋。世间情。翻唱，野火不尽，岁岁枯荣。我负的炊烟，命运的上签，就之前换个圆。的誓言，纸上的尘缘，风一吹就不见。我属魂心。